好线上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光中心的介伟，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由正在传基金会然后独家赞助支持，然后所进行的这个公益分享。那这是这次呢是我们今年的这个第5个场次啊。然后呢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我们要介绍2本书哦，那它通通都是跟心想事成相关的。那其实心想事成呢，我统计了一下，我们过去11年的分享以来，大概平均每4场，就是25%呢的这个场次呢，都会谈到跟心想事成有关，创造显化，真的是从14年前的秘密吸引力法则开始呢，就俨然的成为一个，不论你是走灵性方面的朋友，或者是纯粹就是我个人想要走向成功学，或者是我个人身心成长的部分，大家很喜欢的一个主题。那今天呢我选择了今年呢我觉得2本呢在这个主题上面就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这个书哦。那2本呢各有特长，那一本呢是由就是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由这个远流出版社所出版的这个显化效应。我们今天会先从这本书呢来开始分享起。这本书的很大的一个特色，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厚，然后呢它整理的就像我们在文宣预告上所说的，哇，7大心法，然后呢9大这个技巧，9大练习等等。它可以说网罗了目前市面上有关于心想事成、创造显化主要的这个心法，还有它的技巧它不只是这个7+9的这2个部分而已。它在这个书的后半部还列举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常用的练习，然后跟习惯，所以可以说是一个整合了这个创造心想事成这个主题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书所以我们会介绍它这本书的，特别是着重在它上半部的这个7+9的这个部分，以及大家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疑惑？那市面上有这么多心想事成的主题，有这么多的创造显化，那其实呢有没有一些共通的法则，我们可以看穿它，看穿说不管我使用什么样的心法，我用哪样的技术，然后都可以知道说这个技术或这个技巧是不是对我有用。那这个是我今天在上半场的时候会着重的这个重点在分享在这本书上。那这个另外的一个主题呢这个我要分享的是这是由原神出版集团，就是方志如何等等，这个原神也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出版集团。那所出版的这一本这个是一位日本的作家，那书名叫做《意念的使用手册》。他虽然谈的是意念呢，可是呢他是从一个其实他是换了一个说法，一个更精微的说法，他用光粒子的角度来跟我们谈创造跟显化然后呢大家可以听听看，然后他有一些有趣的一些心法啦，跟一些观念那我觉得它是很有趣的一本小书，一本书才120页左右小小的一本书，然后但是呢有一些有趣的部分。然后这2位作者的背景也不同，我会陆续呢为各位朋友介绍。还有呢就是呢今天呢前几场次我们都没有开放时间让大家发问，那今天呢我想我会特地的留一些时间我们通常是将近2个小时的长度嘛，那我会刻意的留一些时间，然后来回答各位的问题。假如各位在线上在直播的这个过程中，假如听到有什么您想询问的部分，那也欢迎您留言，那我尽量就是在时间之内，然后呢回答各位的这个问题，跟大家做一点讨论跟分享，好吗？好，那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这个内容了。好，我先来切换一下投影片。好，第一个这个作者呢，这个显化效应这个叫克里斯费拉罗Chris Ferraro， 这个没有说他是哪一国人但是就是画面上的这位女士，她其实之前呢比较是走能量路线一位能量疗愈师，所以她其实她第一本的这个畅销书在我们中文世界并没有翻译她第一本在国际上知名的畅销书其实是讲能量疗愈。OK， 然后所以呢，他后来的成为这个能量这方面的这个生活教练。那这本书呢，显化效应呢，可以说是他多年在教导一般人士，不论是你想要成功，然后你想要生活过得更加美好，他的一个生活教练的指南。他说他是一个整合，然后他说他整合了哲学、教育学，然后包含这个灵性上面的，然后种种的知识跟技巧，就像我所说的，它是一个整合的这个书籍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所以呢，这个是他那个作者。
那这个作者呢，他这本书对，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说我会介绍这2本书当中，我觉得比较有趣的，然后跟其他作者比较没有重复然后有新意的这些地方。所以呢，一开始呢，他就提出了请大家做一个测验。在他的书里面呢是超过30个题目，可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从里面呢抽5个题目来。他说，大家不是都很想要心想事成吗？都想要看看自己这个创造显化的力量好不好？所以呢，他在这个前言一开始呢，他就有一个30几题的一个测验，要请大家呢试着回答。那我从其中先挑出比较具代表性的5题，请大家试着用 A、B、C、D 它每一题有这个5个回答 A、B、C、D， 你看看你是A、B、C、D 哪一个回答比较多？你是倾向于 A 还是 B 还是 C 然后我们来看看。那我就把这5题逐一的念一下。那请各位同学请各位朋友呢，你感觉一下，你的答案是偏向 A 这边还是这个 E 这个地方？好例如说其中的一题，不愉快的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反应？我先说，就是大家稍微记录一下自己是 A、B、C、D、E 的哪一项，然后我们待会呢下一页呢会告诉大家你是属于哪一种心想事成类型的人。OK， 好。他说第一呢，我一点也不惊讶，就发生了一个这个你不愉快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你没有想到忽然间会发生这样的不愉快的这种意外的时候，你会怎么样？A 你的反应角是不是这样的 ？A 我一点也不惊讶，毕竟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烂嘛，有什么好期待的然后 B 我会责怪自己，这一定是我造成的，因为事情发展从来不曾对我有利过C 我会觉得心情很糟但试图说服自己转念就是赶快脑袋赶快转一转，并反复思索它对我的意义为何好，再来第4个答案 D 我会忽视自己的不开心，知道事情发生呢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就比较理性了再来1我关注情绪，允许它们流动，并在需要时进行处理，然后重新专注于我想要的和不想要的。OK， 好，这个是第一题，请问你的 A、B、C、D、E 是哪一个？大家可以配合荧幕上的这个上面的这些文字，然后来看。好，下一题，你想培养一些健康的习惯，就是说，例如说你本来会吃很多的零食看电视吃很多的零食现在开始不要吃了，或者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应该要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每天至少出去散步啦然后这个慢跑啦、运动等等半个小时。假设你立定要做这样的事情，你想培养一些健康的习惯但是对于这样的事情，你对自己有多少的信心呢 ？A 完全没有，何苦呢？然后 B 不太多，因为我过去的记录不良，总是虎头蛇尾，支撑不了3天。C 有一些信心。D 我会想一下。1我做得到请各位朋友看看你是 A、B、C、D 哪一种。再来有个亲戚非常喜欢踩你的地雷，惹你生气，但是明天你又会见到他，这时候今天你会怎么办？A 取消行程，我不想要经历这种戏剧性的场面。B 责怪自己。C 花一整晚思考是否要和他见面，并且询问每个人的意见打电话问亲友的意见。然后这个 D 当然去没事的，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然后 C 观想自己希望这一天能怎么度过，并确信自己会觉得愉快。OK， 好，就是先观想这会是愉快的一天。OK， 好，然后这个告诉自己我们会愉快的。好，再来第4题，在车阵中你被人家超车了，有人插你的这个车子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A 咒骂对方来怎么不小心跳到下一页了？好，来看一下咒骂对方狂按喇叭，然后追上那辆车且紧跟在后，还是感到退缩，可能是我开得太慢了，还是 C 觉得心烦意乱，还是 D 忽视自己狂跳的心脏，努力传送光和爱给对方然后他们可能是急着赶去医院吧，深呼吸，让我的情绪释放出来，并肯定的说我是安全的所以看你是哪一个。好，最后一题了，你的注意力通常放在哪里 ？A 过去发生在我身上的每一件事，你常常会回想过去的事情B 我过去所做错的每一件事你专注在做错的事情上再来 C 我的注意力四散，就飘来飘去。好 D 未来，就我的注意常在未来，我的未来是多么的耀眼耀眼到我必须这个戴上墨镜就代表想象美好的这个光明然后用当下创造美好的未来，当下给我重要的讯息，让我知道自己真正想望的是什么，也让我知道需要释放什么，才能得到自己所渴望的事物好，做过很多这种测验的朋友呢，大概已经有点预感到了就是看来越后面的答案好像
较为正向、较为有智慧一点哦。那他告诉大家说，你是哪一种的显化者呢？他说呢，假如你比较偏向 A 的朋友，你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很苦涩的，苦涩鬼人生，然后就是会非常非常的这个无力，然后有很多的纠结，很多的后悔。然后 B 呢是加倍的怀疑者，其实对自己是相当不信任的，就是怀疑这个世界，怀疑自己。然后 C 呢优柔寡断的松饼鸡，就比较散漫。他说你这样的人通常是会3分钟热度，会有今天告诉大家说我要振作，我要振奋起来。可是呢，可能很快的这个隔2天，然后又告诉大家说，我觉得这很困难，我可能做不到哦，我还是换个方向好了，下次再看看。然后 D 呢，就代表你就是已经算不错了，就是说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多的弹性，有很多可能性的人啊。然后 E 呢，就是这个是最理想的状况，代表你是一个非常专心的，然后再跟宇宙、再跟这个世界共同创造你理想未来的人。OK， 好，这个是他一开始在前言部分请大家做的这个检测练习有30几题。然后再来呢，他在这个前言第1章都还没开始，接下来就开始告诉你说，他建议各位朋友要做一个其他老师都比较没有教你做的事情，自己要做的，叫做你要帮自己签一个显化的秘密合约。为什么要说签这个显化的要签合约呢？他说合约代表了一种commitment， 就是一种承诺代表一种承诺，代表我下定决心真的要去做它。它也是一种仪式感，然后让你自己会很专注，然后自己会很振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呢，这个显化的秘密合约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他建议书中建议的格式，有开始的日期跟结束的日期。然后今天我某某某你的全名已经下定决心我承诺要在我的生活的看你选择是金钱、事业、健康、人际关系，还是创造性的自我表达，还是某些成就，还是某些专案项目等等领域显化我的渴望就是代表你这件事情，待会我们会谈到，马上会谈到我一开始提供给大家的问题，就是到底这么多的创造显化跟心想事成的这么多的看起来这么多的招数这么多的这些要点，然后这么多的练习这么多的技巧，那么有没有可以贯穿它的一个重点？或者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共通的标准来看看到底什么东西这个只要符合这样子的标准，它就能够显化，然后它就适用于你我们来看，所以呢，他说这个部分呢，你在这些领域呢选择你要显化的这个渴望，这个很像我们在心想事成时说，我要先设定一个这个目标，同时呢，确定你那个热情跟你的那个渴望，你这个事情是不是认真的？藉由这样子的仪式，其实让自己认真起来。好，再来。然后我正在显化的是，就是说详细的描述你的想要显化的这些内容，然后具体的比较细节，看是哪一个专案项目，或者是你的亲密关系现在到底是要怎么样是要寻求一个新的可能的伴侣，还是你希望跟已有的伴侣进入这个更进一步的婚姻或等等这就是你写下的细节。好，再来，为了创造这个显化，我承诺将致力于以下的显化练习然后呢，使使得显化事物呢，然后能够在我的生活中确实的开花结果。我将在指定的时间做这些练习这些练习方法的时间就是他说你可以取我们待会马上就要介绍的书中的7大心法，然后9大练习里面，你要用里面的哪几招来帮助自己然后如果我没有完成这个承诺，后果是这也不是一个惩罚啦，他说就是给自己一个替力所以最后呢，我在此声明，所有的挫折其实都是化解疑惑、继续前行的机会这边等于是在建立自己正确的对许愿、对自己的愿望的一种价值观跟一种看法，一种正确有智慧的一种心态跟看法。所以呢，你看这几条，所有的挫折其实都是化解疑惑、继续前行的机会。我宣告，我值得拥有自己渴望的事物，我拥有完成这一切所需的一切。我与充满爱的宇宙是合一的，他对我的愿望说是。显化已经在目前的生活中完美的展开了所以这是非常正向肯定的，既有这个智慧在里面，然后呢也有正向肯定的这个喊话在里面最后你要签名 OK 好，然后他说最好呢再找一个这个见证人完成这样子的仪式，他觉得呢对使用这一本工具书来说会是比较好的方法，这是作者建议大家这么去做的。好，那我们赶快来进入他的这个7大的这个心法跟练习。但是呢，在进入这么多的心法跟练习之前呢，我先要这个建议各位朋友就是去思考，以及其实我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观念，
就是其实从10几年前开始，秘密的这个书出来之后，它帮助一些人中了乐透。然后这时候呢，大家就会看到书中呢，其实在一开始的第1章就告诉大家，其实呢，心想事成吸引力法则的应用有3个步骤。他说步骤1叫做要求，第2个步骤呢叫相信，第3个步骤呢叫接受。然后英文的这个 ask, believe and receive。然后有人说这个有求必应，你只要要求你就会收到等等。可是呢，各位朋友，你只要仔细看。我告诉你，我们只要再问各位朋友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吸引力法则，你心想事成，秘密也听了这么多遍，然后看了这么多老师讲，然后呢，看了应该不少相关的书跟文章啦，或者是影片。好，那第1个步骤要求非常容易，就是跟宇宙要求，要先厘清你想要什么 ，OK？ 当你呢心中清楚要什么的时候呢，要求才能完成。这个东西不难理解，这跟设定目标非常像。OK， 好，但是呢，我想请问各位朋友，你知道什么叫做相信吗？然后你再想一想，接收是什么？你会发现，其实呢，你上 Google 去找这个要求设定目标有很多的方式，但是所谓的相信 ，OK， 好，它的这个步骤的重要性在哪里？你知道吗？好，然后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再来，我们谈接收。然后接收的意思是什么？我怎么接收然后这个接收跟那个目标的那个要求又有什么不一样？我怎么接收？我待在那个地方接收就可以了吗？还是我一天到晚一直想着我的目标？真的有朋友或者我也听过有一些的教学里面说，你就是每天要一直想着自己的那个目标，然后一直想，然后就像秘密的影片一样那个小男孩他想要那个在脚踏车前看着那个橱窗里面一台红色的脚踏车，然后看着，然后影片的下一幕就是好像是他生日吧，他门一打开，哇，他亲爱的爷爷就牵着那台一模一样的这个红色脚踏车给他，然后真的是如此吗？你会发现，其实在谈相信跟接受的这个点上，很多同学其实是不太了解的。然后会觉得说，好像就是相信就好，相信他会得到，然后之后呢，我就接收到。好，那我要告诉各位朋友，其实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哦，就是我们会建议各位同学，假如你已经听了很多吸引力法则这些的概念之后，接下来其实你真的要在生活中去运用。然后我会建议你，可能就要接着讲的生活中没有显化出来的话，那你就要更进一步的去做把这些听到的东西要去生活中做一些练习。或者是参与一些我觉得建议可以参与一些共修的成长团体，或者是读书会，让自己更加的这个就是把它活用出来。但是活用时，它的确就有跟读书不一样的一些秘诀。然后这边就要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我们在分享秘密的这个背后的秘密，就是秘密的这本书，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来源其实是一套亚伯拉罕的通灵讯息。然后亚伯拉罕呢，其实他的这个秘密的这个3步骤，就是从亚伯拉罕的讯息当中把它截取出来的。因为他们在拍这个影片跟书之前，他们整个团队其实是去上亚伯拉罕的讯息的课程然后他们提出来的，然后他们取当中比较精华，然后比较大家听得懂的部分，然后把它拿出来。那所以我这边要跟各位朋友分享，我们接下来谈的这7个心法，以及接下来的这9个技巧，大家从这个角度去看。第一个，一定有一类的东西呢，它是属于设定目标因为在亚伯拉罕他真正在谈这个吸引力法则的时候，他说吸引力法则是一个宇宙的共通的一个原理在这个物质世界，它就是同频共振，同质相吸。但是呢，我们这个目标跟接收的关键在什么地方？亚伯拉罕建议你应该花10%左右的时间跟精力，在做第1个步骤就好，就是设定目标。可是设定目标之后呢？关键你剩下的那你说90%花在哪里？他会建议呢，你要做在第3个步骤，叫做接收。好，为什么？因为呢，相信这个东西呢，其实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建议的讯息里面是告诉大家，因为这就很像你跟宇宙下了订单。他说的第1个步骤跟宇宙下订单，你跟你的万能管家会被形容为你的万能厨师开了一张单子，我要吃什么菜，下了一张订单，你下去了。但是你下了之后，你不用一直重复，一直开单子，你知道吗？你不用一直开单子。那个水饺，赶快10颗海鲜水饺，赶快上，10颗水饺，你不用一直上，你下一次订单厨师就已经知道了。所以第2步骤，其实厨师在这个过程，宇宙其实在物质世界，因为物质的显化，它需要一些时间的铺排，然后在你的眼前显现，因此它要去帮你去牵动这些机缘。好，所以我常举我记得在上次的分享是说，就好像你这个
你这个你觉得你想要吸引一个理想伴侣，然后 OK， 宇宙帮你安排这个刚好的你的这个表姐在上健身房，有一个你表姐已经已婚有小孩咯，那但是她的这健身教练年龄跟你相仿，然后你的表姐觉得这个男生真的不错，阳光大男孩然后又有正当职业等等，然后一表人才等等，就想到哎呀我那个表妹还单身呢我就想到你了，所以你的表姐呢正想说哎呀这个明天或者是明天周末了赶快呢跟你联系一下，要帮你牵这条线，宇宙要帮你做这样子的这个安排的动作。因此第二步骤呢，事实上是宇宙在帮你牵线的安排的这个过程，因为物质世界它就是有时间空间上面的这些限制，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宇宙会帮你动作的，这部分你不要做，你可以不用做什么东西，但是你必须要做到的是第三个步骤，你要花更多的时间跟把你的更大注意力放在第三个步骤，接收是什么？接收就是同频共振跟同质相吸的一个关键点。你要让自己处于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你要让自己处于这件事情已经完成的一个频率状态。那么你要让自己维持在这个高频的频率上，跟你当时发出的目标愿望相匹配的这个频率上，你才能够收得下这个订单。否则这就很像你跟 PC Home、你跟虾皮、你跟淘宝订了单子 ，OK 好，但是呢送到的时候，你不住在这个房子里了。OK， 所以按门铃打电话的时候联络你不到这个人，这个包裹就 missing 掉了，就收不到了。OK， 所以我再说一次，所以呢，为什么告诉大家说你必须下完订单之后呢，不是一直想着那个目标里，怕的是你设定了那个目标之后，你立刻就告诉自己说这个很难吧，我应该做不到吧，你的频率就立刻掉下来了，而是应该假如你的愿望是，我希望有一段新的感情，进入一段新的亲密关系的状态的时候，你应该用今天我们书后面会谈到的一些方法特别第二本书里面也有一些很有趣的方法，我们今天会用鬼灭之刃志玲姐姐的例子来告诉大家，非常有趣的。OK， 好。然后你可以让自己维持在这个我值得以及我可以，但是同时我已经在一段美好关系的这样子的频率状态里，你才能够收得到这个东西。OK， 否则很奇妙的，你没有维持在这个频率的时候，那个本来要帮你牵线的表姐，不晓得为什么一忙就忘记了，或者奇怪不晓得为什么就忽然间那个冲动消失了。OK， 因为那个牵的那个线的那个力量不见了。那不晓得为什么好像可能我表妹也不喜欢吧 OK， 那个东西其实会不见的，非常妙。所以说穿了呢，就是一种频率上面的问题。所以待会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心法跟这一些练习里面，它有的类别是属于让你确定你的第一步骤，就是确定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所以你真的要设定，否则你不设定，就像不跟宇宙下订单，不跟你的万能厨师这个下单子，我就不知道我要煮什么。我什么都可以煮，你不告诉我说你要么吃广东粥，你要么吃意大利肉酱面你什么都不讲我就不动 OK， 所以你要提出来的，提出来之后呢，人家开始帮你要做出来，要递到你身边的时候，你要维持你可以接收、你值得接收的这样子的这个状态。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技巧，有的是帮你设定目标，有的是设定目标之后，让你一直持续的维持在一个较高的频率上，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来抬高你的频率，让你的频率一直匹配得上你的目标。所以其实第一步骤要求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接收，这是很多在谈心想事的朋友的时候会学了一大堆招数，但是通通没有看到说，哎呀，那为什么我心想事不成？我已经想了那么久了，我想了10000遍了然后空想千回成虚渺的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再从这个地方往下看。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书中他建议的这个他一开始说的7个那所以不同的各派别有不同的强项。他们有不同的设定目标的方法，跟不同的让自己维持高频率的方式。那我说这位作者其实我没有看到他有特殊的除了刚才前面的那个什么合约啦，然后请大家做一点这个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等级的这个设定之外，他其他部分他自己也承认这个是他这个教学这么多年来的综合的心得，从教育、从哲学、从宗教、从成功学里面，然后去整理出来的。我们看他说的重要的这个心法，亦或称之为法则是什么？第一个呢，聚焦在美好的事物上面。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一些东西大家光望文生义或者他书中没有提出特别的技术或技巧的话，我会比较快的带过去。所以让自己呢看到事情这个美好的一面，我想这是很多朋友应该心里面都有这个。应该在之前的很多方法上都有看到，记不记得我们在谈秘密的时候，过去这几年演讲谈到秘密的时候，我都说，我们要看到事情这个美好的一面，然后呢，看到感恩自己生命中发生美好的事情。所以哪怕我们不是说你连那个坐公车的时候，假如懂得开心的人懂得好运的人，
他今天上班的时候，他今天假如为了省钱，他坐公车或地铁捷运上班上学，他不会羡慕那些坐计程车的人，而会告诉自己，坐公车，我省了很多钱啊，我省了100-200块，有没有？然后呢，那这个坐公车呢，然后又环保，OK。然后呢，虽然我下车呢要多走10分钟到我的公司或学校，可是这10分钟刚好运动兼散步，所以我既省钱又散步，看到那个美好的部分。然后假如今天来不及，真的要赶车要坐计程车，好了，计程车要花160可能要到200块，那也不要抱怨。因为呢，既然已经做了这个决定，要聚焦在美好的事物上，这个坐计程车可以怎么样？坐计程车这个我用了这样的钱，然后换得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过程，上车我就可以睡觉、打电话、休息怎么样等等，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事情。同时我花这200块还怎么样？我在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个计程车司机为什么那么辛苦在跑？他可能跟我一样，家里有嗷嗷待哺的这个小孩，或者是等着这个钱要去上学的这些孩子们。所以呢，我花了这200块。帮助了这个计程车司机，还促进了国家经济发展，还帮助了他的孩子，还帮助了他的计程车行。我在做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懂得看到事情呢这个美好的这些事物上面。那同时呢，作者还提了一点，就是说还有在日常生活中呢，那注意在自己喜欢的你喜欢美术，你喜欢什么样的这些生活或物质，当它在你生命中出现的时候，要感谢我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因为后面会总论谈到，因为感恩跟爱跟欣赏永远是非常非常高的振动频率，这个是它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停止等待其实呢，我们在地球上面的振动频率佛家说身口意。然后呢，在新时代领域，与神对话说思言行刚好对应跟佛家是一模一样的。你会怎么想，你才会怎么说；你会怎么说呢，你才会怎么去做它，你才会怎么去做它。可是呢，妙就妙在呢，我们的物质世界呢，它是需要动作去把它组织出来的。我们的物质世界呢，就是需要后面会谈到这些粒子的这些堆叠跟堆积。所以呢，哪怕你设定了这个愿望说，我要考第一志愿，我要考上那个什么东西，那果然呢，宇宙也帮你安排，真的让你有机会帮你联络到，不管是透过家人或自己，哇，联络到很好的这个老师，很好的补习班，很好的这些家教等等，可是你自己好歹也要跟着读吧，对不对？你不可能躺在家里，然后考试不去考然后自己不愿意背单字你没有这个动作，其实你是没有办法配上他的。我们就以刚才那个表姐要帮你介绍健身房教练当你男朋友为例，你不可以说我设了这样的构想，然后我的确进入这个状态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我在那边想 OK 好，然后也非常愉快。好了，结果人家呢真的表姐牵线让你们先通过这些社群媒体先做了一些联络，然后也通了个电话电话谈得蛮愉快的。好了，接下来人家这个邀约你出去，你总要行动跟着出去吧，或者人家写了一些很好听的这些话语，你好歹给人家回信吧。结果你连这些动作都没做的时候，其实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你要去行动起来，你要去行动起来。同时呢，在类似那种失落了致富的100年经典的这些派别里面，都会告诉你，你要很多宇宙会，今天我们第2本书会谈非常多灵感直觉类的东西。当你在取得这些灵感跟直觉的时候，你要搭配当下的动作，你要搭配当下宇宙给你的讯息，因为它都是当下的，都是当下的东西，你要配合当下的东西，就是赶快去配合的去行动。那所以才会有说最好今日事今日毕，否则很多这些讯息灵感，它是针对你今天，你拖2天那个东西就跑掉了，好，那个东西那个讯息其实就跑掉了。所以停止等待，然后你自己也就是那个丰盛的源头，所以你自己呢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去行动它。再来第一个他说值得与接受这个比较像是爱自己的部分这一点其实他在谈尊重跟爱你自己。因为有很多人其实可能不注意，大家都以为这样的是好人，就他很会给别人东西我给别人东西没问题，我分享给别人没问题，然后我送礼物给别人没问题。可是别人送我不要，真的不用真的不要，我真的不需要。你请注意你是不是有那种不配得感的部分？这个也是代表我们上礼拜说的，你的根茎叶，你的基本的1、2、3脉轮的部分，你的自我价值，然后跟自我的这个对自我的这个尊重跟爱自己的部分，其实是不是有做好？所以值得与接受，这个也是作者告诉你说，别人有称赞你的时候，别人给你东西的时候有往有来嘛，所以别人称赞你很棒，你就很开心的说声谢谢你然后就把它收下来就对了。他说这个是提高自己振动频率很重要的一个心法，也是在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跟自我疗愈有关系。OK 好，再来显化的秘密法则，他是说
布施你所想要接收到的哦。这个当和尚遇到钻石不是他书中提的，是我就提到说，大概在我们华人世界提到布施你所想要收到的，就是我们说的施比受更有福，己所欲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这个大概在坊间很有名的法门，大概就是当和尚遇到钻石里面的金刚种子法则，所有你想得到的东西都先给出去。所以我们常常说那个例子嘛，我说那个麦克罗居格西他最常举的例子就是为什么周末的时候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去夜店，然后像今天礼拜五晚上了，明天礼拜六，很多人喜欢去夜店 pub。然后他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因为去那个地方是想要解除自己的寂寞，是想要看有没有认识这个异性的朋友，然后可以发展一段新的这个异性的关系、亲密关系。那可是呢，他说，你看这种亲密关系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我想要解除我的孤单寂寞。因此呢，他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怎么样运用种子法则呢？布施你所想要接收到的。他就说，赶快看看你们家左邻右舍社区里面，或你们家里面是不是就有老人家，有没有孤单寂寞的老人家？你在礼拜五去泡夜店之前，礼拜一到4先花1-2个小时的时间，先去陪呢周遭孤单的这个老人，然后呢，你去陪他们聊天讲话，然后呢，你解除了他们的寂寞之后呢，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奇怪，这个周末去泡夜店去 pub 的时候，怎么桃花运特别好？因为就有很多的人呢，想要回馈某种能量上跟频率上的回馈给你这个他也要来解除你的孤单寂寞了这是格西常常讲的一个类似笑话，但是他说确实有效的东西那所以这个概念我就不多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己所欲施于人的这个部分。再来显化的秘密法则，为新的事物呢腾出空间那这个一样，上面这个断舍离呢，不是作者画的是我贴上去的。因为讲到这个为新的事物腾出空间呢，大概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日本那个怦然心动的整理魔法，然后以及山下英子女士就是画面上的这位这2位日本的整理专家，那特别是断舍离的这个主题，其实呢在这个空间上面来说，因为所有的物质都有频率，除了我们的思维之外，那其实呢这个不论是植物、动物或者是矿物，其实它在那个地方它就有它的那个振动频率。那所以呢很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话，就很像哇，你希望有发展一段新的感情，可是你没有做好自我的疗愈，以及你没有真正的放下，因此你的心里面呢，其实一直缅怀着前男友或者是某一位前女友或者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心里面其实一直盘踞的那个部分，只要谈到亲密关系，你的潜意识的部分其实一直环绕着那个人跟那样子的这个情节跟那个故事，没有整理干净的时候，新的人是进不来的。那有朋友说没有我以前没有自我疗愈，我也是有交了新男友或新女友然后你就会发现同样的这个模式跟那个故事跟鬼打墙一样，就一直重复在上演。所以为什么会说有很多自我价值感不足，或者是很多自己在根茎叶基本上的3个脉轮，自我安全感、自尊，然后自我价值，然后跟自信心没有调整好的朋友们，你再去谈不同的感情，你只是换一个对象，同样的戏码呢重新再演一次，因为你所散发的振动频率会导致对方配合着你演出，然后演出了又很奇怪，我对别人就是会很好，对你不晓得为什么就比较不尊重你，我对别人就把她当女神，不晓得为什么对到你就觉得我可以比较把你当卑女来看待的原因。所以他就说你一定要为自己发展一段新的感情之前，你要为自己的空间跟那个正品心理的空间要去做一个这个清理的动作。所以同样的，你的内心里面，不论你是针对金钱、关系健康等等等等这些主题不需要的东西他就提出跟断舍离非常非常类似同样的说法。你在用不到的烤面包机，你在用不到的什么章鱼烧的小机器等等，当时一时冲动买的，用不到不要堆着了那就把它送出去吧。在整理房间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同时也在整理你的内心，所以它的这个空间不只是指无形的内心空间，同时也指有形的这个外在空间。那么这样子的清爽可以让你的正品更为清晰而明确。好，再来呢这张投影片因为这个放映的关系它没有办法做这个先后层次，它这个其实是它的法则6跟法则7 OK 好，那当时我把它做成一张了，因为这2者我觉得是非常相关的。它的法则心法6跟心法7呢，所谓的心法6就是你有你想要的，而宇宙呢也有它想要给你的 OK。 然后呢第7法则呢叫做臣服与操控臣服与操控什么意思呢我举书中的这个故事来让大家知道它里面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其实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学生哈，就叫珍妮吧哈。他说珍妮呢，她在一家公司服务了18年，好像是金融方面的这个公司，薪水待遇非常的好，让她可以养家活口，过着非常好的这个物质生活。因此呢，珍妮当然舍不得放弃这样的位置。然后以及舍不得这样子的这个物质生活。OK， 好了，现在呢有一个部门主管的这个位置他是候选人之一，他很想要上去但是还有个前提，这家他服务18年的公司呢，虽然薪水很高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竞争压力也非常的大这可能就像我曾经待过的美商公司一样，薪水很好，可是他们要求这个绩效，每个礼拜每个月都要有绩效出来，要不然端不出来，连续端不出来2-3个月，你自己可以走人了你就不配得这么高的薪水，所以他常常要加班，常常一天要工作12、13小时这样子，然后呢导致他常常是这个没有假日的。然后呢，他每个礼拜其实就会变得很紧张的状态，因此他没有办法放松，跟他的这个其他的家人发展比较好的这些关系。但是看在这么高的薪水的份上然后他还是舍不得放掉。好了，问题来了，现在呢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升部门主管的机会，他想要去这个争取，然后他也很努力，然后他也尽了他的全力要去争取那样子的机会。他整个的愿望就是，哎呀，我要当上这个部门主管 ，OK， 更高的薪水，更好的头衔，一切的努力都值得了。可是呢，不晓得为什么。他已经做了所有这个老师教他的心想事成的这些动作 ，OK， 可是显化创造了这部分，可是就是得不到这部分，就是得不到，就是老是发生一些意外，所以让他觉得非常的这个挫折，最后甚至黯然到失望到，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意外，让他得黯然离开那个公司，所以就觉得说是不是老师教的不对啊？那可是妙就妙在。他反而是退下来之后呢，他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乡。那可是呢，这时候呢，就是因缘机会，借由亲友告诉他说，有一个非盈利的这个基金会，还算小有知名度，但是这个非盈利的基金会是针对针对这个弱势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发展跟教育的，一个救济的一个这样的单位。然后他们现在有缺这种需要这个行销的人，那刚好呢，这个珍妮呢，她就是以前就是负责行销部分的，然后虽然薪水只有以前的一半还不到。但是朋友说，反正你没事嘛，去试试看，他就去了。没想到参与了才一小阵子，他就发现，真的可以让他好好的发挥他的这个专长，而且他从来没有想过，你既然为这种弱势的孩子服务，看到他们的成长，然后那个喜悦，他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一种这个满足感一种内心的一种成就感。做好事嘛，总是会非常的开心。就更没想到是刚好呢，这个非营利的基金会呢，背后其实有很多都是有财团支持的。这个基金会呢，他们想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因此呢，就需要在行销部分呢做更大的这个加强然后所以当然就更征用珍妮。然后更巧的是，他才工作了大概1年的这个时间，那个执行长因故呢要退休了。这时候呢，他们需要新的执行长人选。大家猜猜看，大家一致都认为谁很适合就认为珍妮非常的适合。所以他第一次都没有想到，他以前只是想在大公司当个部门主管，这一次他竟然要扛一个虽然是非营利组织是 CEO 的这个角色，是执行长的这个角色，比他想的那个头衔还要更大。好，虽然他在前面的这1年，他的薪水呢只有之前在大公司不到一半，可是呢，他当上 CEO 除了有加薪之外，他发现这样子的非盈利的工作，导致呢他1个礼拜可以多出将近15到20个小时的自己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修复他跟家人的关系之外，他还可以发展自己一直很喜欢当年为了繁忙的工作放下来的画笔，所以他重拾画笔，在业余呢继续就恢复成为一个业余画家的这个身份，甚至他后来还开了2年后他就开了3年后他就开了自己的画展，他还卖出自己的画，所以他的收入其实呢就算没有跟以前完全一样，可是也是非常的接近的，可是那个生活品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最后回馈给这个作者，他的老师说，他觉得这生活真是太棒了，老天爷给他的比他脑袋想的其实还要更好，所以这就牵扯到我们说的第7法则，叫做臣服与操控。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常说吸引力法则，总觉得说是不是宇宙所有发生的事情同频共振同质相吸，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可是就像我们在过去几年，其实每隔2-3年就会谈一次的这个灵魂出生前计划，或者称之为所谓生命蓝图这样的主题，其实就在谈，其实我们人生发生的这个力量，就好像我们古时候我们这个中华传统里面在讲的玄学里面的1命2运3风水4积阴德5读书，我们生命中呢会产生的这个结果的事情，你看有命运的部分，有命，然后有运 ，OK， 然后风水，
其实它通通都是事情发生的重要的原因。那为什么把命排在前面？这个就很像我们在出生时，很像来人间旅程时带的这个入场的这个设定值，投身在什么样的家庭，具备什么样的个性，然后有什么样的这个黑白天使，就是你的贵人、你的煞星、你人生重要的际遇等等。它不是一个结局的安排，是一个出场的一个蓝图啊，很像你出场，玩线上游戏你出场这个设定值，所以有的时候是从你的生命蓝图带来的，以及呢，吸引力法则比较没有谈到命运的部分，因为你的灵魂要的东西跟我们人脑要的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小我其实要的不外乎妻财子禄、物质、金钱、民生、健康等等。可是我们的大我不是不给我们这些，而是从灵魂的角度，我们把自己视作是一个灵魂的存在的时候，他灵魂要的其实是他这一趟人生旅程来要的这些生命的意义。可能挑战的是你的自信心，然后更多的是像我们在上一次分享所谈到的，其实在刺激你成长跟去看的是你的爱与智慧的部分，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贡献跟服务等等，你带来的这些天命等等的这些主题上面，所以宇宙只要符合你这一些更大的目标的这些设定的东西，你会发现做起来特别的顺，然后时间到了也会有因为人生蓝图、灵魂蓝图的这个安排，把你推向那样子的这个道路。所以这个就谈到了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观念，才有办法进行第7个法则，叫做臣服与操控。很多朋友每次一听到这个臣服跟顺流，然后都会问我说 ：“David， 请问这个臣服跟顺流跟随波逐流有什么不一样？随波逐流好像听了就是放弃我的主导权，通通就让他走了哈。”这样对吗？这样不是很消极吗？我们人不是应该壮进自强吗？我应该努力奋斗才对啊。OK， 好。怎么可以随波逐流呢？这是大家误会了。其实呢，臣服跟操控呢，我们常常指的，其实臣服，我觉得它大概有1-2个层面。通常臣服的这个前提概念，就必须要像我刚才前面所说的，大家有一个对宇宙。大家有一个对宇宙天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人的这个本质，不是我们的肉身，不是只认同我们的身跟心我脑袋我思故我在的那个思，或者是我的那个身体，我是周某某，你是李某某，他是王某某、陈某某等等然后我多高然后我的学经历然后我是谁的儿子，然后谁的爸爸，谁的什么身份，不是这样子而已。你是一个灵性的存在，你是一个神性的存在，你是一个灵魂的这个存在好 OK 好。然后呢，我们来这个人，所以其实呢，宇宙中有一个更高的这个力量，然后呢，有一个我们的脑袋、我们的头脑所不知道的那个安排。我们就像我刚才所说，有那个我们头脑没有知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意识不太有知道的这个生命蓝图这样子的这个安排。所以臣服是什么？臣服是之前你先有这样子的观念，你相信你在人生中所碰到的。我们常常说，我碰到的人通通都是天使，只是有的天使穿黑衣服，有的天使穿白衣服 ，OK。然后白天使呢，用牵你的手说，请往这边走，当你的贵人。黑天使呢，他用把你踢一脚，踢出你的舒适圈之外，其实他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逆境菩萨，都在促进你的成长。然后我们说碰到的事情都有礼物，只是有的礼物呢，一开始来的时候是用破报纸包着，看起来破破烂烂，必须要经过你的奋斗或经过英雄旅程之后拆开才发现，哇，这个。生命中最大的苦痛，往往你这个撑过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都是你在成长最大的时候，因为那就是你超出了你的舒适圈之外，得到最多的这个学习跟成长的这个部分。所以你有这样子的概念情况之下，碰到事情的时候，你难免会难过，然后难免会受到震惊。但是呢，你的臣服是因为你知道，你的智慧上知道，这个背后一定有它的这些意义。然后呢，一定有它更高的这些的安排，所以因此呢，你会变成比较快的把那个震惊或者是那个难过的那个负面情绪，你会很快的把它收起来。我们后面会举志玲姐姐的新书的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你就会发现说，那因此呢，我接受发生在我面前所碰到的这些人事物，我接受它。OK， 好，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的这个臣服跟顺流指的是什么？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断的选择正向的顺流的想法。就是呢，在处理的过程中，只要你一直想着怎么那么倒霉，为什么是我？然后你在想的过程中，这是很难吧？我应该做不到。那么这种我们称之为亚伯拉罕也称之为逆流的思想。这种想法呢，在处理过程中对你完全没有帮助，它只会分散了你的注意力，然后分散你的焦点，让你没有力气好好的去完成，然后去走过它完全去走过它。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是指在处理的过程中，就像我们在秘密、吸引力法则这些课程里面所谈的，我们尽量选择看到这些事物的好处，看到这个机会，看到这个可能性，然后看到我可以学习跟成长的这些机缘跟这些方向。那么在处理过程中，你的能量才会顺畅，你的精力也就可以集中在解决的这个问题上。然后最后一个呢，臣服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人心想事成，就想到要这个结果，我要那个结果，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部分的控制。那最后的这个结果上呢，臣服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叫做我们尽人事听天命，我们放下对结果的一种执着的操控，就是不论是我们在那种类似谈八的力量那种，我们在为别人送祝福、为别人送祈祷的时候，他到底什么时候好？他到底好多少？他到底会好还是不好？我们不知道一个更高智慧的一个意义上面层次上面的安排，因此我只能尽我的力，我能够给予的祝福，我能够给予的协助，我能够给予的这些东西，无条件的在那个地方做这样子的分享或给予。可是你对于那个结果若是要操控跟那个执着的话，这个不是我们其实可以做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在一个更高的一个灵魂的层面或灵性的层面，他现在到底身体要好还是不好，什么时候是最好的，不知道，因为他可能遇到现在的这些状况跟问题，就是他的人生中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英雄旅程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他这个时候好，反而让他还没有看清楚他人生的课题，这种人生状况题还没有让他完全的学会，所以这时候不是最佳的时机，所以我们要放下这个部分。但是你说我就不给予他爱，不给予爱了吗？就不帮助他了吗？反正这个冥冥中自有安排，不，所以我们才说尽人事，然后听天命。你只要尽力了，那你只要不论是对自己的或对他人的，我们要对这个结果的操控要放下。所以其实这两者呢是都有关联性的，都在谈宇宙以及一个更高层次在给你的东西哈。所以我们赶快来看看终于到了志玲姐姐这个美美的这个照片了。我们来看志玲姐姐的这个的这本新书哈，刚好也是远流出版社出版的我先讲这个没有跟他们串通是真的，就是刚好在搜寻资料的时候看到。志玲姐姐呢，她曾经还是在去大陆发展时，她那时候在台湾比较有名，可是去大陆的时候，她还是较为她说还是小模啦，她谦虚说自己还是小模。她说当时发生这个坠马意外的事件的时候，她说不是这个马就忽然间本来在平原拍戏，可是这马忽然间发狂了，就朝着那个树林疯狂的冲过去。所以很多人说他是被马摔下来的，他说不是，是他在跑的这个过程，是在那个跑的过程中，他看到那个马已经要冲到森林的深处了，然后他直觉的觉得，他若是不现在再跳下马的话，他被这个马带进那个树林里面，可能里面很多树枝然后马也不管的 ，OK， 不管后面还有一个比马身更高的人，他可能会受伤的。他可能会伤得更重，因此呢，他的直觉是在马还没冲进这个树林深处的时候呢，他自己要跳下来。所以他是自己跳下来的，可是自己跳下来之后呢，医生说他的六根肋骨呢有6处的地方有这个裂伤，有裂伤跟这些挫折伤。当时呢，他身边呢有围了他的这个经纪人他的亲人，哇，他哥哥还是他妈妈忘记了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律师，他的团队的这些律师。然后都在商量要告要怎么告然后呢这个谁该负责任到底是剧组啦、剧团啦，还是谁该赔这个钱还是马场就志玲姐姐她说她稍微清醒一点，她就告诉他们说这些东西都不用，拜托你们都先不用。她说我自己会好起来。你看她当时说的是什么？她说我身体承受了巨大的疼痛，每一口呼吸都在痛，恐惧、未知、不安，但是我一滴眼泪都不敢掉，因为如果哭了，我身体的抽搐一定会更疼痛。然后呢，她说她告诉自己，我要用所有的精神修复我的每一颗细胞，我一定要复原站起来。OK， 然后他说呢，他当时的结论是说，他说因为他从小所受的教育里面，他有一个反射性的口号，叫做面对、解决或放下，然后启程，就是继续往前进。你看，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也是某一种臣服的这种态度，就是说我们难免会碰到一些意外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震惊，我们会惊讶，我们会难过。可是怕的是，有很多人就是一直拒绝接受这样子的事情，说怎么会是我？怎么可以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你一直不愿意去面对，一直不愿意把这个力量再回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就一直在找这个罪人谁是这个该犯罪该去斩首的那个人，然后把自己放在那个受害者这个角度，我不愿意接受。OK， 这样其实对你的这些前进其实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刚好看到志玲姐姐的这一段，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例子。好，所以呢讲完了这些技巧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我们来看他所说的这个书中的这些技巧到底有哪一些？显化的秘密练习1正向的宣言与脚本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从路易斯黑女士那个重建
这个创造生命的奇迹，或称之为生命的重建美国的这个已故的自我疗愈之母路易斯黑女士的那个自我肯定语有没有这个我是很好的，我得到宇宙很大的这些帮助等等的这些肯定语之外，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做脚本，就是呢以前有1-2部电影都在描述那个电影因为它就是虚构的故事嘛，它的大意是说那个主人翁呢自己是一个小说家，然后他发现他每次他书中写下的那个故事呢，后来呢就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就真实的出现。他昨天晚上他在这个小说的主角写了什么情节，他隔一天呢，然后就在他的生命中，然后真实的这些上演所以呢，这个是常常被拿来在心想事成的这类的练习的时候，常常说，那么亚伯拉罕是建议就是你大概是每隔1个半月到3个月，你可以写一次，然后呢就准备一个笔记本，然后呢让自己有一个这个很空闲的一个午后，至少要有3个小时到5个小时，找一个自己非常舒服的这个咖啡厅，然后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写下你自己的这个理想的生活，想象自己3个月后、1个半月后，不用写太久不用写5年后那你可以先从短期开始写，然后你觉得3个月后或半年后，你理想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的书房变成什么样子？你的健康、你的关系等等写下来。所以呢，这个脚本练习呢，也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个技术。它有一点，你看它比较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它在帮助你做这个设定目标的部分。同时呢，让你进入那个我已经接受的状态，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因为我们会发现所有的成功学或者是这个 NLP 神经语言学都说让我们进入那个美好频率的这个状态，提升你最近状况好像不是很好，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然后呢觉得但是呢有一个方法让自己提振起来，就是用2种方式其实是同一个心法，一个叫做从过去抓，一个是从未来抓，一个是抓你生命中过去的高光时刻，你生命中过去曾经非常美好的非常振奋的那个高频时刻告白成功啦，得第1名啦，上台接受表扬啦大家为你鼓掌的那个时刻。另外一个就是观想未来呢你的那个理想当那个愿望实现时，我是多么的开心，我会多么的棒的那个部分我考上了我理想的学校，或考上了理想的证照我跟我所爱的我跟一个跟我很适合的这个异性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些亲密关系等等。那么其实这2个在你的这个频率上都是会拉高的，虽然不是你当下的这个现实，可是宇宙其实不知道，而是在你进入那种类似白日梦，或者是回想生命中高光的时刻的时候，只要你进入了，你沉浸，我们待会下一本书会谈，你沉浸进入了那个场域里面的时候，你的频率就是拉到这么的高，它就是一个接收态，它就是一个是过去已发生，对不对？一个算是未来本来在我们的线性时间里面看是未来式，可是因为那样子的高频的状态都是一种完成式状态 ，OK， 现在进行式、现在完成式的状态，它都会让你在我们刚才说的第3步骤保持接收的那个部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好，再来，我们看显化的秘密的练习2，祈祷与正向意念祈祷与正向意念，我想这个祈祷大家都已经应该都知道是什么了那我们只说明一下，这2位作者都谈到同样的东西。祈祷有什么好处？祈祷呢可以促进自己可以帮助自己的频率之外，也帮助了这个房间你所祈祷的这个空间的频率，同时也帮助了呢其他人的这个振动频率。那这个第2位作者，今天我们在后面谈的作者，他有谈到，就是我们在几年前分享的这个8的力量里面的实验练习那因为呢，那个8的力量，他们做的这个研究发现，为别人祈祷的人比那个被接受祈祷的人那个自己身体的这个恢复跟健康的情况反而更好，真的符合了我们说的经典上所说的施比受然后更有福。那同时祈祷呢他也是等于是承认宇宙中有一个更大的这个力量，所以呢，我的祈祷把我的愿望呢，然后交诸这个宇宙，交诸自己的灵魂大我，交诸这个运用一个更高的力量呢来跟自己协助，所以这个也是协助自己借由这个设定跟宇宙下这个订单的一个方式。OK， 好，再来，好再来呢，显化的秘密练习3，他说受启发的行动与请求视线征兆。
这个有点像我们在这个赛斯这样的主题里面会谈到的，就注意生命中的那些征兆，有没有什么这些迹象？你常常在你的生活跟生命当中，就是偶尔就碰到，已经碰到这个人2次了，怎么那么有生命中有那些共识性的那些巧合哦？你要注意啊、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代表就在宇宙给你的回应，因为呢，我们都会谈到这个宇宙或者是你的这些大我，他们是用振动频率回应给你的。所以与神对话才会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问，其实宇宙跟你的灵魂大我，其实都有一直不断的在回应我们。它只是与神对话说谁在听？好，那为什么我们会听不到？那是因为我们沟通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一般的人，我们现在的教育里面，我们非常习惯用言语、用理性的方式，然后去说出我要那台车，我要有一个亲密关系，哈，我要谈恋爱，然后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健康等等，我们是用言语。可是整个宇宙它的回应的方式，它不是用言语，不会有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像灵媒一样，有一个什么灵体跑到你耳边，然后直接这样跟你讲。OK， 好，那宇宙呢是用各种方式，所以与神对话会告诉你说，所以你会是可能你今天真的很真心诚意的跟宇宙发了一个问题，可能就在你明天去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隔壁桌在聊的事情就是，待会你打开，哪怕你看8点档连续剧里面的某一个这个男二或女二主角的交谈内容，就是在回应你。然后可能就在某个同学，你的这个大学同学，不晓得为什么就想发这一通，就想转发这一篇贴文给你看，那个贴文其实就在回应你的这些问题。可是你有没有去注意这些征兆？你有没有去注意这一些对你的回应？所以与神对话说，其实都有回应，都有各种线索在回应你的，只是它不是用说话的方式。所以呢，才会有这种练习，告诉你说，你发了问题之后所以那种什么秘密的9个练习啊这一类的书里面会告诉你说，你试试看，你对宇宙提出一个发问，然后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通常这问题不是很大很麻烦的话，你48小时内一定会收到相关的线索，因为你的频率其实对在那个地方了，宇宙用频率跟振动的方式给你，因此你会收到的方式透过的有的时候是一种直觉的感受，有的时候就是说，它只有旁边的这个部分安排这些机缘，然后回到你的这个身上来，所以你可以注意这个可以注意这个，可以玩这样子的游戏。再来列出显化的这个清单的艺术，我想这个就已经跟条列我们的这个目标，跟你许愿一样。可是呢，他现在许愿目标是你显化这个你希望要做你希望要得到的这些结果，你把它一样条列下来，好，一样条列下来，来帮助你自己，然后更确定你的这个愿望。OK， 好。这点倒还好。那再来呢，第5个练习是注意猴心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心想事成嘛，所以你的念头是最重要。可是他说我们的念头常常非常非常的飘散，所以这个就很像说，大家都知道说信念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信念创造你的实相。可是最难的就是因为信念它就已经强大到，就根深蒂固啦。就是因为它就已经变成自然到就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所以我觉察不到啊。好，所以要借由观察外面的状况外在世界是我内心世界的镜子，观察外面，什么地方做的不顺利，老是感情不顺利，老是跟公司的同事处不好，然后借由内心说，代表我内心可能有一个竞争性的信念，或者是什么样的信念导致不好。那我们的念头该怎么办？念头又更为琐碎，所以作者提供的这些方法是什么？既然说叫你准备很多的便条贴，然后呢，他说买一大堆便条贴，然后贴在家里你常常走动的地方，你的书房、你的厨房、你的门口都常常贴这些东西，然后干嘛？然后呢，常常看到便条贴的时候就问自己一下，那个我刚才过去距离我上一次写这张便条贴，就是你可能15分钟前才写了另外一便条贴，然后你在这15分钟，你大概想了什么东西啊？稍微记录一下，你刚才在你看到这张便条贴之前的几分钟，你大概都在想什么？他说呢，就是来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思想非常散漫，以及你脑中呢常常在想什么。就像我们刚才前面一开始提的那5个问题，问你说你到底常常在想的是过去还是未来？然后想的过去的是过去的所有的事情，还是专注在过去失败很遗憾的事情？他说其实这个他不问你，其实我还真的不会想还真的不会特别去觉察。所以这就让我想到，其实包含像当和尚遇到钻石，他们有所谓的60书，是为了要种下那个种子，所以他们会在每天设定一些时间点，然后反省一下，我在过去说了什么加分的话、减分的话，种下了什么正面种子或负面种子，同时可能还分为思言行上面不同的种子等等。其实它就是像这样子的这个意思可是他提供的练习是建议大家说，你就写个便条纸用便条纸的方式。再来
这个显化的秘密练习叫做假装，假装到弄假成真弄假成真。那这个我就分享一下，其实这个在我们分享的这种高维智慧课程欧林里面我们也常常会提到这件事，就是假装你知道，然后最后呢你就真的会知道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因为很妙，就是各位朋友你可以试试看。这包含这是我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其实就体会到的事情。然后后来看这些灵性的书籍说，真的他们有这么说。例如说我现在在面临一个，其实我没有念过的科目，哇，从来没有念过几何代数，结果现在开始念代数了。怕的是，假如这个学生他在还没念之前，他对这种陌生的东西非常的天生就有这样的害怕，然后就告诉自己信念里面以及过去的经验里面，就是新的东西我通常不太会，我都学不太会。然后因此呢，看到这东西就开始自己就先害怕了，自己的信念上面就先害怕了，这大概很难吧，我大概学不会吧。跟一个他在过往的生命当中不论是他藉由学习其他的武术，或者他在其他的艺术跳舞层面的部分，他有成功经验的孩子，他对于接受陌生的挑战，其实他是至少有点信心的，他在心里面的底层潜意识里面是就算我没有比别人优秀，可是我也还不错 OK，然后这么多人都会了我应该也可以吧 OK 好他只要他的信念比这个东西再好一点点，他在面对这样子的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你的频率上面是我可以 hold 得住，然后我可以过这一关，一旦你的心态是带着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是可以过的，就像你带着一个正面的念头去看它的时候，你的振动频率其实在维持在那个我可以过关学会的那个频率上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说同频共振同质相吸是一个宇宙的原理，所以呢亚伯拉罕秘密的这个的来源都告诉你说，你只要专注在这个念头上，你的频率维持在这个上面超过17秒，所有跟它相似的振动频率的念头，更多的念头就会跟那个一串粽子抓住那个粽子头，然后呢其他的粽子头都被拉起来一样，它就咻都会靠过来。所以这个时候不论是在针对这个问题上面的解决，学会这些东西的方法灵感等等，所以这才是我常会说的是你先下定了决心，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有没有下定决心你要扛起这个问题的责任，一旦是你下定了决心，你的力量你的资源你的机缘就是机会跟助缘就开始来到。怕的是你在心里面我就根本没有想要承担这件事情，然后我根本就觉得我弄不会，那你这个时候你的频率在此出起点上的起心动念，你根本就已经先跑掉了，那个地基就先歪掉了，你共振来的这一些直觉啦，共振来的这些想法机缘跟力量等等不会在你身上发生的因为你就没有在那个频率上接收的频率，再说一次，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真的是弄假成真，先假装你会然后这个用着这样的心态，也是与神对话里面说的视作有那个 being 的状态 ，being 在我 OK 的然后我可以解决，我已经在现在完成式跟现在进行式当中，这个东西你才会学得会 OK 好，再来显化的秘密练习期舞出你的梦想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也是亚伯拉罕的教学里面其实就有提及的就是我们在共修啦，或者是这样的读书会里面，其实我们都会提及的。来，什么叫舞出你的梦想？因为我们的想法会变成什么？我不是以前只要讲到秘密的时候，都会举一个例子嘛，就是说那个非洲卖鞋子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最简单，然后大家都听过，每次都只要用10秒就讲完了。非洲卖鞋子的2个业务员，一个人看到非洲人都不穿鞋，立刻打电报回来说不用卖鞋子了，非洲人都不穿鞋，没有机会，这趟白来了 OK。第2个业务员看到哇非洲人都不穿鞋，觉得这机会太好了，赶快打电话回去报告老板，这个非洲人都还没有开始，都还不懂得怎么穿鞋。所以这是一个处女市场所以呢我们只要一进去我们就是领导厂商，哇非洲这么多人有没有，我们至少这边赚个10年20年吧 OK 太赞了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市场成为第一品牌 OK 这个很像佛家说的这个到底剩半杯水那还是还有半杯水还只剩半杯水了还是这个还有半杯水的这样子的这个心态。好了，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想法会变成我们身上的感觉，你觉得好或者觉得不好，然后这种感觉呢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宇宙跟我们的这个频率的方式想法会变成感觉会变成我们的频率变成我们的身上的震动，然后变成我们身上的这个能量。可是有个非常快的一个方式把它倒过来，让你的这个频率拉高。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也提及我们人这个人类最常用以及最快转化的频率的方法，其中有一种是什么？透过音乐。
然后透过音乐，然后我们不是说思言行哦，与神对话说的思言行，佛家讲的身口意三者，其实是我们人类身上的频率，是我们人类身上可以在物质世界会用到的这个频率。虽然我怎么想才会怎么说，怎么说我才会怎么做，可是刚才不是说我们可以借由观想过去，然后观想未来之外， NLP 或成功学里面还有一招，告诉你说，哎，你觉得很沮丧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抬头挺胸，故意深吸一口气，抬头挺胸，做这种超级英雄状，告诉自己说我可以，好，然后呢，那我可以，好，然后还有你看有很多是不是现在很多企业的训练，早餐的这个早上开门的时候，法郎或什么，所有的员工先出来，在前面做那个早操之外，然后开始喊口号，有没有？好，啊，我可以，好，我很棒，等等的这些正向肯定语，它在调整你的频率。所以我们刚才来看啊，舞出你的梦想怎么做？建议大家，他说呢，他书中列了一堆英文歌，可是我发现都是大家不太熟的乐团，所以我们用我们华人我们本土比较懂的这个例子。他说你挑选一些你很喜欢的，然后会让你回想生命中美好的恋情，或者是你生命中在非常愉快的学生时光，或者是你功成名就，就是你生命中高光时刻的那种歌曲哈。然后我们现在以这个爱情为例，他说这个东西呢最好它是舞曲，是听了会让你这个跳动，会咚吱跳起来的哈，然后非常愉快的。但是歌词的内容呢是这个是美好的，我们以关系为例，美好的感情，你千万不要挑那种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啊哈，然后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哈，我那个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那个不要挑这种歌词的哈，因为这种唱的太逼真了哈，那个你的频率在那个地方，你看像伍佰的你是我的花朵有没有？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有没有？然后我要这个陪伴你，还是护着你？什么什么把你插在我心窝等等，有没有？然后现在很红的这个在对岸在红起来的这个王心凌有没有啊？这个爱你有没有哈？然后这个每天多一点，然后就让我可以心甘情愿的这些爱你啊。那个郭富城也对你爱不完啦，赵咏华那个最浪漫的事啊，那个我陪你这样一起到老那个部分。把你那个想要的那个美好的感觉，那个未来完成式哈，那个唱着唱着变成现在完成式，然后呢这些东西它最好是舞曲类的，因此呢他说你就准备这几首。针对你自己的哦，这真的是不要叫别人帮你准备，因为你的学生时光跟你的以前谈恋爱的那个美好时光跟别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准备好这些在你的手机里，在你的电脑里，然后每天呢在运动的时候呢，播放这些歌曲，然后让自己跟着这些歌曲呢去跳起来，进入那个美好的感觉。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愉快有效的方式，这是亚伯兰说的，音乐是很多人用来改变、调整自己频率的一个好方法跟好方式，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这非常非常有趣。好，来，再来显化的秘密练习8，打造显化日记跟感恩日记。我想秘密的第3册魔法，它在谈的就是感恩跟感谢的这个魔法，所以它其实里面举的这个我想就应该比较不用多说。那感谢呢，其实就是在跟宇宙说，对，这就是我要的，请给我更多。然后的确在感恩的过程当中，他顺便在做生命的一个回顾，生命中曾经有某一位老师、某一位同学，然后他们不管用这个黑天使或白天使的方式所带来的这个效应跟结果，对我丰富了我的生命，所以这也是一个疗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曾经所见过的团体或带过的同学当中，只要有人乖乖做这个感恩练习的，我甚至建议说感恩练习你也可以买那个秘密的第3册叫魔法，它有30天的这个感谢从感谢你使用过的物品，感谢用过的钱，到感谢曾经服务过你的公务人员，从警察、交通警察到这个帮你清洁垃圾的清洁人员等等的就是一个针对各项的感恩。你也可以纯粹就是对自己的生命，从你记得的小时候到现在，逐步的感恩下来。我所碰过的同修当中，只要他们好好感恩超过1个月以上的，哇，他们的这个疗愈，甚至有很多人其实感谢是超过半年、1年的这样持续的去做它，生命都有很大的改善，整个人都柔和下来了，整个人对生命的这个接纳、臣服、包容都有非常大的改变。所以我们非常建议大家知道是一回事你下去做了那个才是真正对你的这个改变。那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100多分钟的分享演讲而已，没有办法带大家共修，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你可以选择去挑选自己适合的方法，或者参加适合的团体然后来去执行这个部分否则听再多场都差不多。OK， 好再来这个显化的这个练习9愿景版这是他把它放在后面，这是标准的设定目标用的，所以呢有这个
这个用板子贴在那个上面的亚伯拉罕的练习里面呢，他有用那个箱子的用自己很喜欢的盒子，然后把自己喜欢的对象的长相，我喜欢长得像金城武，剪这个照片丢进去，我喜欢这个我的书房以后长得像那个人的房子照片剪下来，然后丢进去。那只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其实愿景板不难做。那重点是，很多人说愿景板做的不是要贴在那个地方吗？那请注意，我今天一开始告诉大家的重点。贴了之后每天看，可以每天看到，这是一件好事。可是请注意，你看了的时候，不要发出那个念头，哇，怎么已经隔了半年了，怎么还没有呢？哇，我要这个房子，哇，以我现在的收入，应该很难吧？是不是要等10年、20年才有办法呢？不用要记住，我们跟宇宙下完订单之后，你这个目标让你持续还是看着它的时间接下来的时间，你应该保持着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现在进行式或现在完成式的那个心态，想象这个愿望已经达成时，你的那个心态会有多么的开心，然后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愉快的这个心情，愉悦的心情，跟刚才听那个唱歌跳舞一样，然后进入那样的状态里面，然后这个时候那个的同频共振跟同质相吸的这个强度其实才会出现所以这个才是它的这个好方法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这个愿景板制作很简单以前有老师教过用贴在什么杯子上的啦板子上的啦冰箱上的啦箱子里的啦原理其实都相同好吗那所以呢这本书的后半段呢它还是提了很多的一些小小的这些这个技巧包含会深入的讲一些什么情绪啦什么阻碍显化的克星啦等等那我想这个部分就很多但是很碎所以呢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今天就先把前面的这本书先介绍到这个地方